在 Kubernetes 中使用 GPU 只需要3步：安装合适的驱动，安装并配置容器运行时，部署 NVIDIA Device Plugin 和 DCGM Exporter，让集群能够感知到有 GPU 资源，并且进行监控。但是事情往往没有描述的那么简单。手动在每个节点执行这些步骤，不仅耗时，而且容易因版本不匹配、配置错误而失败。总之，缺乏一致性和自动的生命周期管理。而好的软件通常自带最佳实践，于是 GPU Operator 出现了。GPU Operator 的核心理念很直接也很清晰，就是把上述 GPU 基础设施的复杂部署流程标准化，通过 K8s 原生的方式来管理。从技术架构来看， GPU Operator 采用标准的 K8s Operator 模式，基于 Controller Runtime 框架构建。它的核心是一个 Cluster Policy CRD， 这个资源定义了整个 GPU 集群需要额外部署哪些组件，以及如何配置它们。GPU Operator 使用状态机模式来管理组件的部署顺序，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设计。这里的应用也比较直观，这些状态按照依赖关系排列，每个状态都有自己的控制逻辑，会检查组件是否就绪，以此来避免组件间启动竞争的情况，确保依赖关系得以满足。以上都很常规，但是 GPU Operator 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实际上是异构环境，即不同节点可能运行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和内核，需要不同版本的驱动程序。它的解决方案是 Node Pool 机制，根据节点特征进行分组，分成的每个 Node Pool 对应一个专门的 daemon set，避免了一刀切的部署方式可能带来的兼容性问题。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几个关键组件的粗略实现。首先， GPU 驱动组件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它支持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使用预先编译好的驱动包，另外一种是在容器内根据内核版本动态编译驱动，因此驱动容器需要特权。第二个是 Device Plugin， 它实现了 Kubernetes 标准的设备插件接口，它会将自己注册到 Kubelet， 发现和上报 GPU 设备，并且响应资源分配请求，最后配置容器环境。接着就是 Container Toolkit， 这个组件负责配置容器运行时，使其能正确处理 GPU 相关的容器创建请求。它会修改运行时的配置文件，注册 GPU 相关的 Runtime Hook。为了确保各组件按正常的依赖顺序部署并正常工作，GPU Operator 包含一套完整的验证体系，通过 NVIDIA Validator 组件实现。首先，Driver Validator 检查 GPU 驱动是否正常安装，接着 Toolkit Validator 验证容器运行时配置，然后 Plugin Validator 确认设备插件能否正常工作，并且会创建测试 pod 来验证。最后 CUDA Validator 运行真实的 CUDA 程序，进行端到端的完整测试。每个验证器完成检查后，都会创建一个状态文件作为完工证明。后续组件通过 init container 持续检查这些文件，只有前置条件满足了，才会继续部署。整个过程由 controller 的 reconcile loop 形成一个简单而高效的依赖管理机制，确保 GPU 集群的顺利搭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感兴趣，下一期我们可以聊聊 K8s 中的 GPU 虚拟化方案以及 DRA 的演进历程。欢迎点赞、收藏、转发。